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文学。提到文学这个词，大家的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各种的画面，像略显沉重的经典小说，让人心潮澎湃的诗歌，甚至是让你在睡前放松的短篇故事。如果你去网上搜寻对文学的定义，你会得到类似的答案。在狭义上，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以及使用语言文字为手段，形象化的反映客观社会生活，表达主观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而从广义上来说，文学是任何单一的书面作品，或用文字写作来传达思想、表达情感、发挥想象的所有的著作，此时又称文学作品。当然，说到这，你难免会觉得有些绕，我想简单概括一下，文学就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情感和思想的艺术形式。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人类最强大的工具，它不仅帮助我们交流信息，还承载着我们的情感、思想，甚至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语言被用来构建故事、塑造人物、编织情感时，它就成为了一种更深刻的表达方式。这也就是文学的核心。举个例子，想象一下，你和朋友聊到你最近的生活，当你用轻松的语气说我最近过得还行，这就是基本的信息传递。但当你说我最近感觉生活像是在爬山，时而风景如画，时而道路坎坷，但我依然不想停下脚步，这就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了，这是在用一种更丰富、更有感情的语言表达你内心的挣扎与坚持。文学正是通过这种充满情感和创造性的语言，帮助我们传递比日常语言更复杂、更深刻的情感和思想。有些人会把文学当成是一种娱乐，但它的功能远不止如此，它是情感的桥梁。当我们读到一本小说时，我们可能会与书中的人物产生共鸣，甚至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共鸣是文学与我们心灵对话的方式。就像读到《小王子》时，许多人都会被其中你必须对你所驯养的东西负责这句话深深地打动。那不仅仅是一句童话里的对话，它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责任与珍惜。文学的第二个功能是思想的挑战，它不仅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放松，还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去质疑，甚至去重新审视自己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就像乔治·奥威尔的1984，他描绘了一个极权社会中个人自由的丧失，让人深思我们今天所珍视的自由和隐私，在不经意间会不会就此消失。文学有时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生活中的不合理之处，并促使我们行动，或至少在心里燃起一丝改变的火花。文学的第三个功能是传递文化价值观。不同的文学作品往往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和社会的价值观。比如中国的古代诗歌与西方的莎士比亚戏剧，尽管语言和表达形式不同，但它们都是各自文化的瑰宝。通过文学，我们可以跨越时空，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话。读一本书不仅是在读一个故事，还在体验一段历史，了解一种文化，感受一个世界。举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你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的夕阳特别美，仿佛在提醒我，所有的烦恼不过都是过眼云烟。这句话用最普通的语言记录下了一个简单的感受，但它也暗含了一种情感，一种对时间流逝、对烦恼短暂性的感悟。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它通过语言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并赋予它们新的意义。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语言，每一句话都是一次表达的机会。但当语言被精心雕琢，富有情感和思想时，它就升华为文学。文学作品正是通过这种深刻的表达，引导我们看到生活的多面性。无论是爱情、死亡、自由还是孤独，文学都能通过语言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体验和思考这些主题。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其实是在打开另一个世界的窗户，一个充满了复杂人物、紧凑情节和深度情感的世界。通过这些故事，文学不仅在娱乐我们，还在教导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他人，甚至理解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时常会觉得自己被工作、学习和各种压力所困，偶尔会觉得生活缺少了某种深刻的东西，而文学正是帮助我们在平凡中发现不凡，在日常的点滴中找到生活的诗意。我相信不少人有过在某个时刻被一段文字或一句诗所打动，感到仿佛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这正是文学的奇妙之处，它通过语言连接了我们所有人，让我们在某个时刻产生共鸣，感受到那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所以文学不仅仅是一本书或一首诗，它是人类情感、思想与文化的精华。它通过语言的力量，把我们的内心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把个人的情感与社会的脉动交织在了一起。无论是通过故事、诗歌、戏剧、文学，都在以独特的方式不断丰富我们的生活。说到这，可能有人会问，文学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是语言本身，还是那些承载其中的思想与情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文学的起源与发展，看看文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为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样子。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手中翻阅的书籍、手机屏幕上的文字，这些形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成现在这样的？文学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文学最初是以口头方式存在的，早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人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来分享故事、传递知识。这些口头文学通常由部落里的长者或讲故事的人负责，他们通过口头讲述，将英雄的传奇、部落的历史或是神灵的故事传承给下一代。比如荷马史诗，它最初就是以口头形式传唱，在古希腊的集市上，人们围坐在一起，听着吟游诗人们朗诵这些史诗。不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没有书籍，没有屏幕，只有人声和情感。这就是早期的文字，它不仅是娱乐，更是文化的传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口头文字逐渐面临一个问题：记忆的局限性。就像你和他人叙述一件事，但讲着讲着就忘了细节，甚至开始加上一些自己脑补的情节。这种失真在口头文学也非常常见。于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文字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文字让人们能够更精准、更持久地记录那些复杂的故事和思想。从此，文学的开始从口头传承向书面形式过渡。我们今天读到的那些古典的文学作品，其实很多都是从口头传说演变而来的。比如中国的《山海经》，它最初是关于神话传说的口头故事，后来才被记录成文字。而西方的荷马史诗也是在长时间的口头传唱之后，才有人把它写了下来。书面文学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仅可以被保留和传递，还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被反复的阅读。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别。古典文学顾名思义是指那些产生于早期文明的文学作品，比如《伊利亚特》、《奥德赛》，还有中国的《诗经》。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往往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结构。比如在古典文学中，神话和英雄往往是故事的主角，他们讲述的是关于神灵、勇士和战争的传奇故事，带有浓厚的宗教和道德教育色彩。而这些主题在古代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社会崇尚英雄主义，个人的荣誉和勇气是最重要的价值观。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到了近现代，文学的主题和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文学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就像大家熟悉的《追风筝的人》这本小说，它不仅讲述了两个孩子的友情，还深刻地探讨了战争、种族和赎罪的内容。这和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有着很大的不同。现代文学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关注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内心的挣扎。如果说古典文学像是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描绘的是王国、战争和神灵的世界，那么现代文学更像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你我身边的世界，甚至是我们内心的世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思想的进步而逐步发生。你看，文学从口头传承到书面记录，再到今天的小说、诗歌、戏剧，它的形式和主题一直在演变。它不仅说明了人类记录和表达的方式在进步，也说明了我们对世界、对自我的理解在不断的深化。古典文学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宏大，而现代文学则让我们看到生活的真实。但不管形式怎么变化，文学的核心永远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与情感，这一直没有改变。它一直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出口，一直在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和理解这个世界。现代社会中，虽然我们不再像古人那样围坐在火堆旁听长者讲述英雄的故事，但我们依旧通过文字、书籍，甚至是电子屏幕上的文字与文学相遇。无论是一本经典的小说，还是一篇短篇的故事，文学仍然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常常会被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喜欢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有人喜欢英雄史诗，有人迷恋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有人偏好充满社会现实批判的小说。其实文学之所以这么丰富多彩，正是因为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这些流派不仅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潮流和社会变革，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对生活、情感和世界的理解。我们先来看古典文学，它是文学流派中比较早期的一种，盛行于17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这种风格讲究理性、秩序和规则，强调人的理智胜于感性。作品中经常涉及到对人类道德和伦理的探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社会比较崇尚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认为美好的艺术和文学应该像建筑一样，遵循固定的规则和比例。因此，古典主义文学往往非常的严谨，语言上也显得优雅而简洁。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法国作家莫里埃的戏剧《伪君子》。在这部作品中，莫里埃通过精确的语言和完美的结构，揭露了社会中的虚伪和贪婪。这种通过理性表达道德批判的风格，就是古典主义的核心。我们可以将这种文学风格比作是一座精心雕刻的雕像，一切都要按照比例和美学标准来完成。接着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学流派——浪漫主义。18世纪末到19世纪，随着社会和政治动荡加剧，人们开始反思理性至上的古典主义，
于是浪漫主义应运而生。这个流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情感至上，它强调个人感受和想象力，主张自由、自然和自我表达。浪漫主义有点像是日常中的冲动型购物时刻，你可能不太在意逻辑，情感冲动才是驱动力。所以我们在购物消费时，还是要多问问自己到底是想要还是需要。当然，提到浪漫主义文学，《简爱》这本书应该算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在小说里，简爱这个角色不再是温顺服从的女性的形象，而是一个敢于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女性。她相信爱情的力量，同时不愿意为了任何东西放弃自尊。这种对个体情感和自由的强调是浪漫主义作品的核心。再来想想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情境，比如当你因为一段电影台词、一首歌曲突然觉得被触动，甚至想要流泪，这种感情冲动其实和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就非常的相通。如果说浪漫主义让我们追求情感的自由，那么现实主义就是让我们直面生活的真实。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社会矛盾加剧，许多作家开始觉得浪漫主义的虚幻和夸张不能再反映现实世界，于是现实主义登上了舞台。现实主义强调客观性，关注社会问题和普通人的生活，试图通过文学再现真实的世界。现实主义作家往往将焦点放在社会不公、贫困、阶级斗争等问题上，他们的作品就像是一面反映社会的镜子，让读者不得不正视那些被忽视的现实。如果说起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中国的《红楼梦》绝对是代表之一。这部小说通过贾府的辛酸，折射出封建社会的腐朽与没落。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都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固然是小说的情感线，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揭示了整个封建家族的命运。现实主义作品常常让我们想起生活中的某些瞬间，比如当你在街头看到繁忙的都市人群，或是在新闻中听到社会问题时，都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这些作品中的情境。现实主义告诉我们，文学可以是一面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看似平凡但深刻的生活。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更为复杂和抽象的流派。20世纪中期，尤其是在二战后，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人的思想也变得更加的多元和混乱。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反映了这种不确定性、分裂和怀疑。如果说古典主义的追求秩序，浪漫主义崇尚情感，现实主义强调真实，那么后现代主义则直接质疑这些概念，强调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固定的答案。后现代主义作品常常打破传统的叙事结构，喜欢运用讽刺、拼贴和反叛的手法，比如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是后现代主义代表作之一。这本小说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把魔幻与现实交织在了一起。故事中充满了荒诞、超现实的元素，但它同时又在深刻地探讨孤独和命运。这种风格让人觉得是真是假，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想象一下，你在生活中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明明知道其中的荒诞，却又被真实地展示出来，那种是真非真的感觉，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所带来的独特的体验。它不再试图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让你质疑、思考，甚至感到困惑。我们说了这么多，那这些不同的文学流派和风格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它们早已渗透到我们思考和表达的方式中了。古典主义让我们尊重理性和规则，浪漫主义激发了我们对自由和情感的追求，现实主义则让我们关注真实的社会问题，而后现代主义则让我们学会质疑、反思并接受世界的复杂与多样性。
就像当你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和困境时，会很自然地去链接那些现实主义作品中折射过的问题，又或者在面对一件无法解释的荒诞的事情时，你会觉得它仿佛出自某一部后现代小说。这些瞬间其实就是文学流派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在文学作品中，人物与主题是最具吸引力的元素之一。正是这些塑造精细的人物以及他们所承载的主题，使得我们每一次投入到故事中，反复思考其中的深意。而无论小说、诗歌还是戏剧，某些核心主题一直贯穿于各种文学形式中，比如爱、自由、死亡、权力，甚至是孤独。这些主题不仅引导了故事的走向，更常常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感同身受，仿佛找到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爱无疑是文学中最常见也最为复杂的主题之一，无论是浪漫的爱情、亲情还是友谊，爱常常是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从小到大在各种作品中都能见到爱这个主题的身影，比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莎士比亚以爱情的悲剧告诉我们，社会的仇恨可以摧毁一切，但纯洁的爱依然可以穿越生死。而《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以智慧和幽默解构了当时英国社会的阶层和婚姻的观念，让我们看到爱可以突破身份的差距，带来和解与理解。在《哈利波特》系列，这既是个魔法故事，也是关于爱与牺牲的叙事。莉莉波特为救儿子哈利而牺牲，成为整个故事最感人的情节之一。爱在这部作品中被描绘为一种无畏的力量，能够战胜最黑暗的魔法，这样我们意识到爱并不是虚幻的概念，它能够改变世界，改变命运，就像我们现实中那样，它是家庭的纽带，朋友间的依赖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说到文学中的主题，自由与权利也是一个永恒的讨论话题。几乎每个时代的作品都在思考自由的边界和权利的控制。自由往往象征着人类追求自我实现的渴望，而权利则代表了对个体自由的压制与控制。这两者的冲突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核心矛盾。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书中不同的人物，不论是贵族、军人还是普通农民，都在面对个人自由与历史命运的对抗。有时候他们挣扎着追求自由，但却发现自己无法逃脱历史的洪流。这种无力感与挣扎其实也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面对现实的压力，我们常常渴望自由，但现实又无情地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的选择极具有限。再看看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本小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权力与控制的可怕。在这个充满监视与压迫的社会中，权力被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个体的自由和思想被完全的剥夺。即使你不生活在如此极端的社会背景下，也会感受到现代社会中，权力同样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比如监控、数据的隐私等问题。这些来自文学作品中的思考，帮助我们理解权力的本质，并在现实生活中学会辨别权力的影响。在历经爱与自由后，我们不得不面对到生命的终极命题——死亡与孤独。死亡作为人生的终点，一直是文学关注的重要主题。很多作家通过描写死亡来探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死亡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孤独感，这两者的交织使得文学作品充满了深邃的哲学思考。不知你是否曾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突然思索起生命的意义，又或者在面对亲人的离去时感受到强烈的孤独和痛苦。这些时刻其实正是文学作品试图探索的领域。就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讲述了一个老渔夫与大海的对抗。在这个故事里，孤独和死亡一直盘旋在老人的头顶。
但也正是在这种孤独中，他找到了生命的力量和勇气。这种充满哲理的故事是可以给予我们力量的。而同样探讨孤独的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尔·萨摩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从此被家人和社会所抛弃。这种极端的孤独感，正是卡夫卡通过荒诞故事想要传达的。孤独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面对的情感，即使周围有再多的人，我们依然可能感到与世界的疏离。除了主题之外，文学人物也是传达这些主题的关键。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讲述故事，更是通过丰满的人物塑造，来让读者感受到主题的力量。比如在《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和皮埃尔这两位主要的角色命运，展现了个人自由和历史洪流之间的冲突。安德烈代表了勇敢的探索者，他想要摆脱世俗的束缚，追求精神上的解放，而皮埃尔则经历了从懵懂到觉醒的过程，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通过这些人物，托尔斯泰揭示了个体在时代巨变中的挣扎与反思。我们生活中其实也充满了类似的人物，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总是勇敢追梦的朋友，或者一个总是迷茫不知所措的自己。这些文学中的人物正如生活中的人一样，不断在自由与命运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道路。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通过讨论爱、自由、权利、死亡、孤独等核心主题，以及这些主题如何通过文学人物展现出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文学的魅力。文学也正借由这些主题，将我们与故事中的人物、情节紧密地联系起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生活。就像在职场上面对不合理的工作制度时，我们渴望自由和公平；在与朋友、家人的相处中，我们体验到爱与关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离别和孤独。这些情感与经验正是文学作品的精髓所在，它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感受，同时给予我们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文学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反映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和得失成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就像一面镜子与镜中人。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社会的面貌，还能剖析和批判社会中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推动变革。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不仅仅是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更是走进了作者所处的时代，感受那时那地的人们的思维、情感和生活方式。文学作品经常被认为是社会的缩影，通过故事、人物和情感的构建，展现出创作时代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和文化的变迁。作家用文字记录下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这不仅仅是作家对周围世界的感受，更是对历史的记录。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仅是讲述一个男人的爱情故事，背后其实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物质主义和当时社会对财富和成功的狂热追求。那个时代被称为咆哮的20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沉浸在一种炫耀财富的文化之中。盖茨比的生活派对、对财富的追求以及他对黛西的执着，背后其实折射出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空虚和道德的腐化。读者不仅能看到主人公的个人命运，还能从中感受到社会的脉搏。回到我们身边，其实生活中的很多场景都与文学有着相似的投射。比如现在的年轻人在面对如何正确定义成功时，往往会感到压力和困惑。我们似乎生活在了一个充满完美生活的社交媒体时代，那些炫富、炫爱、炫貌着比比皆是。在这些虚构或夸张的完美生活中，像什么人均年薪过亿、人生易如反掌、特种兵式的旅游、多巴胺穿搭等戏谑之语层出不穷。
而这种对成功和幸福的追求，也可以从文学中找到共鸣。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成功，而文学通过对过去社会的描绘，让我们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当下的处境。除了反映社会，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批判与挑战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作家常常通过讽刺、象征等手法揭露社会的不公或虚伪，发出对社会现状的反思与抗议。在这种文学作品中，作者并不是在简单地讲述故事，而是借助故事传达深刻的社会批判。乔治·奥威尔的《198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小说设想了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所有个人自由都被剥夺，政府通过无孔不入的监控和思想控制维持统治。这种集权制度的冷酷无情以及对人性的压迫，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描绘这样一个压抑的未来世界，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发出了深刻的警告。1984不仅仅是小说中的反乌托邦，更是对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极权社会的预言和反思。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并不会像1984那样直接面对极权的统治，但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某些社会控制的影子，像隐私问题、个人数据的安全等，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成为了大家越来越关注的社会问题。文学的这种批判性作用让我们更加警觉，也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会思考和质疑权威。除了1984，我们还可以看看其他文学作品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故事揭示社会问题的。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揭示了美国梦的幻灭。盖茨比通过非法手段积累财富，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成功，但他最终发现这种财富和地位并不能真正带来幸福，甚至引发了他的悲剧结局。这种对财富的迷恋以及社会的不平等依然在今天的社会中存在。当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不难发现其中的主题依然能与当代的现实产生共鸣。另外一部经典的作品，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以女性的视角探索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她们追求自我的价值的斗争。简爱作为一个孤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最终获得了独立和爱情。这种对独立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十分激进的，但也为后来的女性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在今天的社会中，关于女性的权利、平等和自我价值的讨论依然热烈。很多女性通过文学作品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学的形式也在不断的演变。传统的文学作品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也诞生了新的文学形式，比如网络文学、电子书和短篇小说。这些新的形式依然在通过讲述故事来反映和批判现代社会。比方说，网络文学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网络小说文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的表达方式。许多网络小说通过描绘虚幻的世界、奇幻的冒险和都市生活，表现出当代年轻人对现实的逃避和追寻。在一些热门的网络小说中，作者经常通过虚构的世界讨论现实中的阶层固化、教育不公等问题。这些作品虽然形式上可能与传统文学不同，但同样在进行着对社会的观察和反思。我们透过讨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不难发现文学其实一直在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的复杂性。通过不同的时代背景、人物命运以及深刻的主题，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视角。我们不仅仅是旁观者，更是在故事中找到了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无论是传统的经典作品，还是现代的网络文学，作家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可以自由思考、共鸣和反思的空间。当我们在欣赏一幅画时，可能一开始只注意到颜色的搭配和整体的构图，但只要你仔细看下去，就有可能发现隐藏在每一笔、每一线中的情感和思想。
同样，文学作品背后也隐藏着许多深层次的内容，需要我们学会去解读和欣赏。在这个部分，我们试着探讨下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真正读懂一部文学作品。细读是理解文学作品的核心技巧，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文本本身的细节往往隐藏着作者的意图。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语言、情节和人物。首先，语言是作者传达思想和情感的主要的工具。在阅读时，试着关注作者是如何选择词语的，比如有没有使用一些隐喻或象征。如果你读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会发现他经常使用双关语，这不仅为了增加戏剧性，还通过词语的多重含义传达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其实情节的发展也值得关注。一个好的故事情节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读下去，更是为了揭示人物的成长和主题的深化。以简爱为例，情节的每一次转折都带领读者深入了解简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对独立和自我价值的追求。最后，人物塑造是文学作品中的关键。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我们可以窥探到他们的性格、动机以及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他在宴会上表达的极尽的奢华，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孤独与对过去的执念。这种反差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物质主义和精神空虚。在细读文本之后，我们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文学作品。很多时候，故事本身只是一个载体，承载着更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我们不妨从3个角度来探讨：情感、哲学和社会文化背景。首先，情感是文学最直接打动读者的部分。无论是乔伊斯的《尤里西斯》还是追风筝的人，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经历着独特的情感挣扎。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可以映射到自己生活中的经历。试想一下，当你看到追风筝的人中的阿米尔为救赎自己的过去而奋不顾身时，是否也联想到自己曾经为了弥补某段关系或过失而努力的时刻？其实，文学常常探讨深刻的哲学命题，像是生与死、自由与命运、爱与孤独。这些看似抽象的问题，通过具体的故事呈现出来时，就变得更容易被我们理解。百年孤独以马孔多的家族故事为背景，探讨了孤独作为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的哲理。这类作品能引发我们对自身存在、生活意义等问题的思考。最后，文学作品常常植根于它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理解作品的时代和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它。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虽然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但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及极权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极权社会的严厉批判和警示。这些内容放到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为了更直接地展示这些技巧和方法，我们可以用莎士比亚的一首14行诗来做例子。莎士比亚的14行诗是文学界公认的经典，既表达了深厚的情感，也展现了他精湛的语言艺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首诗。先看看这首诗的语言。在他的第18首14行诗《我该拿你与夏日相比》中，莎士比亚用优美的比喻将情感和自然景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该拿你和夏日相比吗？你比夏日更可爱，也更温和。通过这种对比，作者不仅表达了对恋人的赞美，还创造了一种永恒的意象，暗示了爱情可以超越时间的流逝。接下来，情感是这首诗的核心。莎士比亚通过描绘恋人永不凋谢的美丽，表现出一种深层的爱情和对时间的抗争。而这种情感并不是孤立的，它可以和我们自己的人生体验产生共鸣。当我们读到诗中你的永恒之下将不会凋零时，不禁会联想到自己珍视的那些关系，或是对某种美好事物永存的渴望。
最后，这首诗的结构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14行诗有固定的结构和韵律，这不仅为情感的表达提供了节奏感，也让读者在反复的朗读中感受到诗意的回荡。每一行的尾韵都像是一种呼应，强化了整首诗的音乐性和艺术感。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不就是看本书吗？需要搞得这么复杂吗？其实，文学的欣赏是非常个性化的事。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是什么书评家，并不需要掌握那些复杂的理论。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那些文学作品就会主动向你展现它的美丽。我们完全可以只把阅读当成是一种生活的习惯，就像每天喝杯咖啡、听首歌那样。当然，如果哪天你想进一步分析作者是怎样通过语言描绘出场景的，或者思索文章中的情感是否与你的生活产生了某种联系，慢慢的你会发现，文学给我们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一种与自己、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学会欣赏文学，我们就能在阅读中找到更多的共鸣和乐趣。在当今这个数字化时代，很多人觉得文学离我们好像越来越远，但其实它只是换了个样子，重新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文学的载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纸质书籍到电子书、网络文学，再到短视频平台上的文学元素，文学已经超越了纸和笔的局限，进入了一个更加多样化、即时化的世界。例如，电子书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阅读的主要的方式。拿起手机、平板或者 Kindle，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阅读，节省了去图书馆或书店的时间。这种便捷让阅读变得更加的普及，特别是对于那些平时很忙的人来说，电子书让他们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轻松享受文学的乐趣。再比如，网络小说已经成为了新兴的文学形式，吸引了大批年轻读者。许多网络文学作品通过轻松娱乐性的叙事，迅速在社交平台上传送开来。不论是修仙、奇幻还是都市爱情，网络小说的丰富类型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很多经典文学作品可能读起来需要费劲去理解，而网络小说的语言更口语化，剧情也更直白，更贴近当下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能让人一下子就沉浸其中。甚至短视频平台中也充满了文学的元素，我们经常能看到短视频中的书评、读书打卡，或者是通过几分钟的视频简要概括一部文学作品。这种速读式传播虽然不能替代真正的阅读体验，但它让更多人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让本来不常读书的人也开始接触到文学的世界。我们说形式可以千变万化，但文学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却从未改变。阅读依然是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己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无论你是在地铁上读一本小说，还是在午休时翻看几篇网络小说，文学对我们的思维、情感和价值观的塑造无处不在。首先，阅读帮助我们扩展视野，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感受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哈勃里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这部经典作品，通过一个小镇上的种族歧视案件，探讨了正义、勇气和成长的主题。小说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叙述，展现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光辉与阴暗。其次，文学能够塑造我们的情感和价值观，无论是浪漫的爱情小说，还是深刻的哲学作品，文学都能通过故事和人物与我们情感产生共鸣。像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奋发图强、执着不懈的精神，告诉人们努力奋斗、追求正义和自由的重要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通过讲述一个罪犯内心的挣扎与救赎，帮助我们思考人性的复杂性以及正义与罪恶之间的辩证关系。狄更斯的《误读孤儿》
通过描述孤儿奥利弗·特维斯特的遭遇，展现了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光辉，激发我们对生命的崇尚与热爱。更重要的是，文学教会我们思考，每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在引发我们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这种思考能力让我们不仅是读者，更是反思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更加理性、深入地看待问题。说到这，还是有必要对网络文学再多说几句。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起初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些轻松的快餐式文学，没有太高的艺术价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涌现，比如全职高能、斗罗大陆等。他们不仅仅吸引了庞大的粉丝群，还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人物的设定，触及到现代人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网络文学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甚至有些作品还被改编成了影视剧。网络文学也越来越被主流所认可。至此，我们一路下来探讨了文学的方方面面，从文学流派到人物的主题，再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个人的成长。我相信通过这些内容的探讨，你应该对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明白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可以带我们进入不同的世界，体验不一样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社会，理解他人。文学就像一面镜子，既映照出我们内心的情感与思想，也折射出社会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学也在不断的进步。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可以生成一些简单的文学作品，虽然目前的 AI 创作还远不如人类的复杂和细腻，但它确实给了我们展示未来文学创作的新可能。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通过 AI 生成的诗歌、小说，甚至是个性化的文学作品。说不定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部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小说。同时，虚拟现实技术也正在改变文学的呈现方式。想象一下，你不仅仅是在读一本书，而是进入故事的世界，与小说中的角色互动，亲身体验故事的发展。这种沉浸式的文学体验或许将是未来文学的一种新的形式。我们甚至已经看到了一些当代文学创作的案例，比如互动式的小说和游戏，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影响故事的发展，形成不同的结局。网络文学平台也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在文字与视觉、声音结合，创作出更加立体的文学体验。这些创新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边界，也让我们对未来的文学充满了期待。文学无论以什么形式存在，它始终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期待未来文学能继续丰富我们的思维与情感，带来更多新的感动与思考。好了，这期就说这么多，感谢您的观看，我是阿哥，想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聊点感兴趣的事。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希望您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我们在后面的视频中再见。